人设不讨喜的青樱是如何拒绝皇后画的饼，并成功捡漏走向高位的？说起职场 PUA 这一套，皇后可是高手中的高手。你且看她当初是怎么忽悠的瓜六，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先甜后苦，二是先苦后甜。如今就看你选哪一种了。好家伙，这熟悉的毒鸡汤配方像不像你领导画饼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年轻人别老盯着那点工资，要先吃苦先历练，然后才会有回报的那一套说辞。瓜六呢本来也没什么脑子，皇后画的大饼他吃得格外香甜。臣妾选择先苦后甜，从此就成了皇后的员工，为老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那么同样的套路，当皇后用在青樱身上时，咋就不管用了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原来是后宫巨婴三阿哥该选福晋了。在皇后心目中，三阿哥可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他的福晋自然也就是未来的皇后了。皇后之位一定要是乌拉那拉氏的。秉持着这条原则，皇后特地煞费苦心地找来了她的外甥女乌拉那拉青樱参加几天后的赏花宴，再趁机把青樱指给三阿哥做嫡福晋。不得不说，皇后的算盘打得很好。这样一来，一旦三阿哥当了皇帝，他既保证了皇后之位，还在乌拉那拉氏的人手里又能顺理成章地升任圣母皇太后，执掌后宫大权，一箭双雕。但是这事儿最后没成，问题就出在这俩人根本不来电。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首先是三阿哥这边，别看三阿哥年纪到了，但性格依旧很孩子气，考虑问题很不周全，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没明白皇后的良苦用心，没 get 到这场婚事就是一场政治联姻，跟个人喜好没关系。所以这场相亲宴，三阿哥全程冷脸，人家女孩都亲手端着姜香梅子自报家门的向他示好了，三阿哥还是给拒绝了。我不喜欢交金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那青樱这边呢？多谢公主夸奖。没错，青樱在这场相亲宴上的表现其实也有问题。想当初皇后在乌拉那拉氏家族里挑人，肯定不能是随便挑的。之所以选中青樱，很有可能是因为青樱是整个家族中身份较尊贵的嫡女之一，且相貌各方面都比较突出。这样的青樱身份上必定有世家贵女的傲气。她不喜欢龙月碰她的衣服，便敢当着甄嬛、静妃两位贵妃的面甩开龙月的手，直截了当地表示：臣女这身衣服是为了觐见阿哥特意所制，都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看到这儿，你只能说青樱性格不是很好，外加情商有点低，但他犯什么大错了吗？没有啊，明知三阿哥喜欢的款是温柔沉静，比方说英贵人那样的，皇后一开始其实就不该挑青樱这样有性格有脾气的类型。所以面对三阿哥的不喜，青樱内心也有抱怨，双方属于是男方对女方没兴趣，女方对男方有怨言，不想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相亲相到这份上，按理来说皇后就应该及时止损，另找合适的人介绍给三阿哥不行。然而皇后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弃她的小算盘。青樱即将要离宫的时候，皇后还派了简秋出马，对着青樱就是一通画大饼的操作。格格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可是娘娘的话在理儿啊，不如先不顾及名分，就以侍妾的身份在三阿哥身边伺候，到时也可以升为福晋啊。不知道宝子们注意没有，简秋的这句话换算成现代某些老板的话术，差不多就是年轻人啊，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刚入职嘛，职位低一点，工资低一点，工作累一点都正常。况且这些都是暂时的，你可以先当个临时工，把经验积累起来，等未来某天时机一到，我就给你升职加薪，给你各种体面。天哪，这么明显的 PUA， 皇后的算盘珠子都快蹦到我脑门上了。但是青樱可不是瓜六，没那么容易上当，立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向皇后展开了一场反职场 PUA 保卫战。姑母当年再不济，也是个侧福晋，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姑母当真是心疼我。青樱的意思很明显，宜修当年再怎么委屈自己，好歹是个正式员工，侧福晋的身份是可以上皇家玉蝶的。现在倒好，让我给你儿子当临时工，姑母不觉得很过分吗？确实，皇后这个领导，如果想让青樱从底层做起，高低也该给点实际的好处，先给个格格身份，或者侧福晋也行。从侍妾爬上福晋之位相差太远，难度太大。
青樱觉得太没有保障。宝子们也注意了，虽然在剧中青樱的做法太过功利，但面对领导的画饼，我们还是应该和青樱一样保持清醒的判断。这个节骨眼上，简秋还不死心，继续画饼。格格不要看一时的长短，忍辱负重啊。还是那套委屈一时，日后风光的说辞。青樱压根儿不吃这套，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目前的尴尬处境都反驳给了简秋。忍辱？难道我受的屈辱还不够大吗？三阿哥看不上我，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我现在成了满皇宫的笑柄了，那我算什么？还不顾廉耻的贴上去。没错，对于青樱来说，三阿哥不喜欢他，他大可以另寻良人。这家公司不好，他大不了另寻他处，干嘛要自降身份去讨好一个嫌弃自己的人，让满皇宫的人看笑话？所以他果断拒绝简秋，不吃皇后画的大饼，另奔前程。请姑姑转告，多谢姑母厚爱。然后当场甩脸子走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得知青樱是这个态度，皇后是怎么说的？年轻啊，沉不住气。侍妾又如何？福晋又如何？等到三阿哥继承了皇位，本宫就是皇太后。要皇帝立谁做皇后，谁就是皇后。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在说青樱不识抬举，侍妾怎么了？让你当三阿哥的侍妾是抬举你，别人想当这个侍妾，本宫还不乐意呢。紧接着他又说，那本宫就抬举他一回，让他知道做某些阿哥的侧福晋，倒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很显然，在皇后目前的认知里，她笃定三阿哥一定会是下一任皇帝，所以在皇后眼里，除了三阿哥是有发展前景的大公司，其他阿哥都是没有前途的小公司。尤其是四阿哥，四阿哥生母低贱，又被四大爷冷落在圆明园10几年，皇后相信四阿哥根本没份继承皇位，所以皇后有心给青樱一个教训，故意把青樱指婚给四阿哥，想让青樱悔不当初。结果万万没想到，拒绝了皇后的画饼，青樱反而意外捡漏，成了未来的贤妃，甚至在不久之后，她还会成为扎龙的继后。这一切的一切，当真是造化弄人呐！